好，各位觀眾，那我們呢繼上一次饗後牛排之後呢，我們今天正式的訂到了平鎮家樂福裡面這家我家牛排。就是我們已經不是開幕剛來，但是店裡面目前呢人山人海，然後也要排隊這樣子。那我們一樣跟饗後一樣，我們點它的牛豬雞，我來幫他試試看跟饗後有什麼差別。今天我老婆她要工作，所以我們就不麻煩她入鏡。這個它的消費模式跟饗後是一樣的，390，可是它這邊要加1層服務費。然後排餐一樣是另外加價，那我們就來先吃吃看它的這個排餐如何。但我只能說，一樣是我家牛排，這一家的肉的賣相比桃園春日路那一家好很多，不知道為什麼。因為我是蠻早以前去吃的，我不知道現在有沒有改版。先吃吃看它的這個豬排，哎不錯，豬排贏了。它豬排是那個蒜香味的，這個蒜香蠻香的，所以這個豬排要440，449。再加1層呢？差不多啦，差不多啦。OK， 再來吃下牛排，這個業不業？看一下，這個牛排不夠夾，不夠業，就是肉的品質可能不是很好，然後他又不用成夜市的做法，就它的肉感覺是沒什麼味道。我剛剛特別挑了一塊那個很多筋的，但感覺他們的牛排肉味不太夠，然後又不弄得很噎，這樣子，很淡，吃起來有點健康感覺。我跟你們講哦，你們家長輩是不是也這樣？看到什麼免費 WiFi 就像看到寶一樣，手機拿起來直接點，想都不想一下。我媽還問我說：“这 WiFi 怎麼那麼慢？”我說：“不是慢，是你老家已經被搬走，資料可能已經被人家偷一半啦。老一輩真的很危險，他們最容易亂點連結、亂下載、亂登錄。你不保護他們，他們下一秒就會被詐騙集團加好友，每天傳早安晚安，天天傳長輩圖。所以現在不止你要用 Surfshark， 連老爸老媽都要加入 Surfshark。現在把以前那些 VPN 隱私工具、掃毒功能全部整合成一個超強大的應用程式，長輩只要按一顆按鈕就能保護自己，超級簡單。像老人最常亂點廣告 ，CleanWeb 就會把那些惡意廣告、釣魚網站全部擋掉，不會再被那種你中了 iPhone 的垃圾詐騙騙到。你老爸老媽是不是每個賬號都用同一組密碼？Surfshark 就會提醒他哪一個賬號外泄，哪一個該換密碼。這樣就最安心。Antivirus 也可以在老爸老媽亂下載奇怪 APP 的時候，幫他們加一陣防護線。Surfshark 會幫他們掃毒，不會讓手機變成病毒養殖場。接下來，對我們年輕人來說 ，Surfshark 最重要的當然是一鍵切換虛擬位置。追劇超好用，美國、日本、韓國、英國的片庫通通看光，還能跨區玩遊戲，用穩穩的伺服器連線打電動，這就不用多解釋了吧？現在 Surfshark 一個賬號無限裝置，我手機用、電腦用，爸媽的手機、平板一起保護，全家人全部罩起來，划算到爆！現在立刻去 surfshark.com/WAYNEYT 或輸入優惠碼 WAYNEYT， 直接拿超狂折扣，還可以多用4個月。再來是這個雞腿排，看起來弄得不錯，賣相上看起來肉應該還是有點水。這雞腿排是可以的，它有點是看你喜歡什麼樣的口感，饗後比較多汁，然後這個是比較乾一點，但它不會到太柴。然後它那個皮的焦香味比較夠，它的肉感覺也是偏沒味道，不知道為什麼。雞肉饗後稍微微硬一點點，我覺得還是硬一點點。但這家的豬排是蠻好吃的。那這家的排餐，我個人覺得是這樣排序剛剛好，豬大於雞大於牛。其實它的雞腿排還可以，它的皮其實蠻好吃，就是脆脆的，然後味道蠻香的，就那個油香有煎出來。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它的肉沒有味道，沒有醃過嗎還是怎樣？我不知道，因為我也不太會料理。但是它的肉是偏比較淡一點，那皮是很好吃。那它這邊一樣還是有很多主餐可以選哦，當然因為我們就選一些大家最容易點的。好，那我們先去拿了沙拉吧的東西，先拿了冷盤跟熟食，然後呢再拿了一杯濃湯。那特別幫大家介紹一下，這裡有單人位，因為它雖然有單人位、單人友善，但是我看位置好像只有幾個而已，所以呢，其實也沒有很友善，因為可能很快就沒位置。OK， 那我們先幫大家開箱這個自助吧的部分。來，我家牛排的品牌要控管一下，就它的排餐跟它的這個濃湯，兩家吃起來就是完全不一樣的。因為我在桃園喝它湯比較濃比較香，這一家的比較沒有那麼濃，它的奶香味比較淡，但也是不錯啊。畢竟是人做的嘛，總會有一些差別。也是有可能的。他會不會下一鍋打臉我，然後說哇下一鍋好濃好好喝？後來我們現在吃了一個冷盤，這個大黑豆乾，
這家很奇怪的是，它路線感覺是偏健康。那它大黑豆乾有醬，有滷的那個味道，可是呢有點淡。它有滷進去，可是因為它是那個，它可能是那個滷汁有點淡。這家很奇怪，就是看起來很像什麼平價牛排，可是吃起來味道都因為蠻多都偏淡。這個應該是先目測是鴨肉吧，因為它煙燻味蠻重，吃出來是什麼肉味？回再來是這個胡麻雞，還不錯，它那胡麻醬味道還不錯。那我覺得雞肉我沒有選得很好，因為這個部位比較乾柴一點。如果大家來這邊的話，可以考慮先偷雞翅或雞腿。那目測鯊魚煙，實際不知道。我覺得這家的都好奇怪啊，為什麼它味道都有點偏淡？不知道是不是想讓你自己去加醬還是怎樣的。OK， 接下來換熱菜的部分。我剛剛偷偷人好没有 take 到的時候，偷偷路過夾了一小碟高麗菜。啊，他們是白菜滷哦。下面還是不得不說，這家真的很健康。它的那個炒高麗菜也是淡淡的一點辣，其實蠻不油的。該不會這個清蒸臭豆腐也是淡，口味很淡的？非常詭異。它好像是那種中藥臭豆腐，就它中药味很重，反而把那個臭豆腐的臭味蓋掉。我說以臭豆腐來說不 OK 啊，臭味不太夠。OK， 到了這個麻辣鴨血。這道菜都叫麻辣鴨血，還這麼不麻不辣的，就有那個味兒，可是都偏淡。哎，反正這個魚丸的辣味有進去，不知道為什麼。啊，不然就是鴨血可能它只有表面有，它沒有入味進去。它的白菜滷沒有那個爛，就是那個湯要進去，然後濕濕爛爛的。賣相很好的豬腳，但沒有人拿，超級扯。那它那個上面那層油是，你知道，就代表已經很久沒有人去動它了。我覺得還可以，但也是一樣，但它的滷味也沒有很進去，有味道，可是我覺得這樣好。就是有時候滷的太鹹，反而會豬腳的那個皮味會沒有。但我其實我蠻喜歡吃這個膠原蛋白的那種皮的那種味道。覺得這個倒是意外的，因為它的清淡而蠻好吃。它這個豬也沒有那個，就那種有點豬騷味，蠻好吃的豬腳。其實這家店目前我已經品出來，他們的豬肉商可以挖角，因為它的豬排跟它的這個豬腳感覺都蠻 OK 的。好，那我們就把這個這2樣吃完，再去拿別的來吃。好，那我們這一輪熱食的中間有一些這個。反正有5根腸旺跟壽喜燒，然後呢，我們拿了這個美式的披薩、炸雞，然後跟這個澱粉、油飯、蒸蛋，還有這個未知的東西。因為他這家店有個問題，就是他沒有菜名，所以呢，有些東西看不太出來的，只能吃完再跟大家說什麼。我們先從油飯吃起好了，它这不會太黏，然後看米是 QQ 的，做得不錯。再來吃一下這個未知的，不知道什麼東西。肉吧，不是炒飯。五花肉，我跟你說，這家的豬肉真的都蠻好吃的。蒸蛋，蒸蛋就差了點意思，它的那個味道不夠，但是它也沒有肉味，也沒有鮮，也沒有海鮮味。雖然它做的蠻成型的，可是它的蛋味有點稀。它除了表面有那個會有點鹹味以外，它裡面感覺蛋味也不夠。接下來我們吃這個壽喜燒，這跟這家的這個菜色比起來，這道味道很突出啊，那個醬油味鹹到爆炸。5根腸旺，我靠！他媽，中間那是怎樣？它那個在白飯旁邊，你知道嗎？這2個鹹到爆炸，他不知道是不是拿來配飯還是怎樣，就是很鹹。跟他今天的那個健康風比起來，這超鹹的。炸餛飩，它那個餡，不知道什麼餡，好奇怪。然後它有點辣辣的，有點那種麻辣餛飩那種感覺，不是很搭。應該雞塊吧，一般般，不如老麥。
哦，這雞翅看起來賣相還不錯。就是他們工厂的這種雞翅，工厂雞翅跟工厂炸雞塊都有一種很工厂雞肉的那味道，就是它雞肉裡面会有一种冷凍的，然後自己回家炸的那种味道。可是它炸鸡炸的還行，油脂有锁在裡面。那我們最後披薩三重奏，那個最特別的我們留在最後吃，因為它是這個榴蓮口味。我怕可能這一部影片就會到這邊結束。OK， 先來吃這個夏威夷最經典的，最經典。它最便宜的、啊，經典版的，它起司味還蠻重的，它皮有點老，沒有想後的那個皮好吃。這個海龍王也不太行，但第一個是它皮不好吃，老了就算了，有一種那個小小布拉提的那種味道。其實也不是說它味道不好吃，它和在那個披薩跟起司的味道裡面就覺得很怪。最後剛弄的，只有這個是被大家拿空的。它有點像香蕉我不知道，它有那個榴蓮味，可是它吃進去有一種香蕉的感覺。我不知道榴蓮吃下去是不是跟香蕉有點像，吃到那個榴蓮聞到那個味道。好，那我們最後幫大家補了這3個是這邊比較特別的，這個是雲南汽鍋雞。它感覺湯比較好喝。湯比較好，湯什麼味道？有點那種中藥雞湯的那種味道。然後雞肉感覺那個整個水跟油都被煮到那個湯裡面，一點酸菜味，一點中藥味，然後一點辣味，我覺得混得還不錯。然後雞油的味道蠻香的，鹹度我覺得也算蠻剛好。再來吃這個豆沙破酥包，還不錯，這個我喜歡，裡面的豆沙味道蠻不錯，然後重點是它不會太甜，我覺得還蠻不錯，蠻好吃。再來是這個楊枝甘露，喝起來像芒果汁，可我記得楊枝甘露好像還有一些別的東西吧，也蠻好喝的，可是感覺好像跟楊枝甘露有點差距，就是。這個是剛剛才說的，好吃，給國人吃一半。會不會詐騙我？這是好吃的嗎？還行啊，我覺得還不錯。不是那種一般的那種香甜蟹，就是有點接近蝦子的那種味道。最後我們要跟饗後競爭的最大競爭對手水果來了，它這邊水果也是有10幾樣，也是非常多。來吃吃看它的品質怎麼樣。OK， 西瓜沒問題。會不會2家其實是同一個廠商？哎，不是，這家鳳梨比較好吃。它鳳梨是香的，然後酸的。這家水果感覺比較健康一點。饗後都偏，我覺得都偏甜。最後呢，我們來吃一隻蕉，完美的 ending。這香蕉也蠻香的。水果過關。好，那我們吃完就去外面幫大家做個總結吧。好，各位觀眾，我們現在已經吃完了這個平鎮家樂福我家牛排。簡單來說，我覺得不能稱它是最強，但也夠強了。因為我覺得它跟饗後有點算是各有優缺。像我覺得饗後的雞肉就比它這邊的好吃，它那個白斬雞其實蠻強，然後饗後的雞排也比這邊的好吃。那這邊比較強的就是它的自助吧蠻強，東西比饗後多，而且它就是會一直換，所以你待在那邊可能2個小時，你可以吃到更多種樣的菜色。我覺得它這邊的豬肉都蠻強的，豬排啊、豬腳啊。都比饗後那邊好吃，所以我覺得算各有優缺吧。但簡單來說，我覺得這個300-400這個金額來說，他們都算做的算 CP 值都算蠻高的。原則上你也不會說，因為你想吃什麼多樣性的這種店，就是反正你可以找到5-6樣你覺得能吃好吃的，然後就把自己吃飽，然後最後再吃甜點啊，喝飲料啊，那個水果吃一吃就可以差不多可以散人了。400其實也不用什麼哇，每一樣都要很好，那也不太可能。挑你想吃，挑你喜歡吃的，吃到飽就好。所以我覺得這家我家牛排還算不錯，也難怪這個已經過了一陣子的生意還是這麼的好啊。這家還有點可惜了，被饗後虐了，就它沒有那個瓶裝的飲料，那差很多哎。可這裡飲料選擇也很多啊。可是它少了那個瓶裝呢，就可樂你就只能喝那個可樂雞的啊，就沒有那個瓶裝的這麼爽這麼刺啊，就是。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那玻璃瓶的就是特別爽。交通哦，我覺得有點太多人了。像我們今天來才11點，我們11點就來了，基本上只能停屋頂，就它3、4樓遮陽的
停車位都已經被停滿了。因為它旁邊還有一些像什麼古拉爵啊，什麼拿坡里，其實又加上家樂福本身就有人會逛，就我覺得這裡的店都蠻稀客，就變成說這個地方就是有點擁擠。這個如果有住中壢平鎮附近的話，可以考慮來這邊吃吃看，蠻不錯的。至少我覺得肯定吊打桃園春日路上那一家我家。那這部開箱影片到這邊就結束了，我們就下一部開箱影片再見啦，大家拜拜。我們後來為什麼沒吃到點心？大概講一下。好，因為我們本來是說要點心水果嘛，一起吃。後來因為來不及了，因為我們其實來這邊的時候已經算有點晚到，因為路上其實蠻塞的，不知道為什麼今天在塞什麼。我剛剛吃完正餐之後，这個肚子又有點可能是那個鴨血太麻辣，就去排泄了一下，又浪費一點時間，所以我們最後只來得及吃水果，就是趕快拍一拍，因為後面其實排了很多人，就不太好意思拖太久。所以趕快拍一拍就先出來了，所以點心我們就沒幫大家開箱到，它其實樣式蠻多的，我覺得水準上大概就是一般的那種甜點箱，